在辽宁省海城市的西木镇啊，这个地方呢，它的小地名呢叫姑嫂石啊。然后呢，我来这个地方呢是要看这个海城石棚啊。这海城石棚呢，我早就听说过，但是我今天第一次见着过啊。见着之后感觉还挺大的，不像我想象中那么小哈。这个还是挺大的啊，还是挺大的啊，不像我以为的那么小吧。然后呢，第二个是啥？让我比较感觉挺惊奇的地方是啥呢？它的这个石板非常的平整啊，非常的平整。当然也绝对不是说像咱们现在机器加工那么平啊，也不是像咱们机器加工那么平啊。但是你如果说你意识到古人如果他只有石头和简单的青铜器的话，你就觉得这个地方磨的还真的是非常平啊，非常的平整，非常的平整啊。然后上面这个盖子啊，这个盖子特别大，这个盖显得特别大啊。它这个大石棚呢，就是拿6块大石板拼接起来的啊，上面一块，底下一块啊，1、2、3、4两边啊，然后底下一块啊，这是5块啊，第6块呢在这个地方，第6块在这个地方。最开始呢，我以为呢是为了就是人家为了怕游客进去之后啊，然后砌的虎皮墙啊，但是现在我一看呢不是，这原先是一整块石头，但这块石头呢后来碎了，他拿水泥给它粘上了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个石棚是由6块大石板构成的，1块、2块、3块、4块、5块、6块啊，正好6块大石板给它构成的。中间这块石板碎了啊，碎了啊。然后前面呢应该还有道石门槛儿，应该还有道石门槛儿。这个大石棚，它最让人今天这风啊，你看来这地方容易吗？啊，哎呀，这个大石棚啊，它现在最神秘的地方是什么呢？就是它这个顶上这块大石头，重达40多吨的这块大石头，它是怎么给弄上去的？啊，这个现在人觉得都是一个问题啊。古代人其实古代人他能把这石头打磨得很平，这个并不是一个特别难的事儿。其实怎么打磨得很平呢？其实就是石头磨石头，最简单的办法，这个都不需要青铜器，就是石头磨石头，它就能磨得很平。但是你如何把这么一大块石头给弄上去？啊，说你把一个大石板给它立起来，好像在石器时代也不是很难。那怎么把这个上面这大石板给它弄上去啊？我觉得这个，今人的，特别是物理学不好的人，可能缺乏一些想象，是吧？它这个大石棚的年代呢，那边有介绍啊，说它的建造年代呢，应该是在，就是大概是夏朝，或者说是就是按照中原的年代算的话，我不是说中原的夏朝和商朝已然统治这个地区了，就是按照中原的那个历史纪年的那个年表看的话呢，它的建造年代应该是在夏朝到商朝早期，就是相当于中原的夏朝到商代早期，就是相当于中原的这个龙山文化晚期到那个商朝早期那么段时间啊。他现在有人认为呢，这个石棚呢就是建造这个石棚的这一伙人呢，已经达到了青铜时代的水平。因为它如果不是青铜时代的话呢，这么大的山石呢，它单纯依靠石器够呛能开采得下来。就是说，你想把这个石器打磨得很平整，或者把这个石器立起来的话，就是那个石板你想给它打磨得很平整，然后把它立起来的话，这个是能办到的，这个是能办到的。但是如果说你没有青铜器的话，这么大的石板你是很难从山上给它开下来的啊。所以说它大概应该到了一个青铜时代的水平了啊。也就是东北地区呢，在公元前2000年到1500年左右呢，东北地区至少是海城地区，它已然进入到青铜时代了啊。实际上这个年代是要比中原地区是要早的，因为中原地区的你看是龙山文化也好啊，是它的那个陶寺也好啊，包括它的那个就这些，包括二里头吧，
它实际上它出土的青铜器是非常少的，而且它的建筑主要是以土木为主，这种巨石建筑是非常少的啊。所以说，东北地区进入青铜时代，实际上是要比中原地区早的。这个可能出乎很多人的那个意料哈。东北地区进入青铜时代是要比中原地区早的啊。那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呢？现在推断应该是个墓葬。现在有人推断这个东西应该是墓葬，应该不是神庙，是墓葬类的东西啊。这种石棚呢，在东北很多地方可能都有，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在西伯利亚也发现了很多啊。所以说，这个西墓石棚的建造者从哪儿来的不好说啊，不好说。哎呀，1963年只是一个省级的文保单位啊。现在这西墓石棚是国宝了，国家级文保单位了，国家级文保单位了。西墓石棚现在认为它是一个墓葬，是放尸体用的。你看1963年还是省宝，到了现在就是全国的这个重点文保单位了。哎呀，咱们进去看一看吧。这门是开着的，门是开着的啊，不是我翻栏杆进去的。这门本身人就是开着的啊。我从那个很多人照的网上照片上看的话，我以为前面是为了防止游客进去砌了一个虎皮墙的。我现在到了近前我才发现呢，它不是虎皮墙，它是原来的一整块的一个大花岗岩的石板子，它碎了。但是这个修复的水平咱就没法说了，是吧？修复的水平多少差点意思啊，就远看跟个虎皮墙似的，但实际上我通过上面的这个你看这个上面的这个边缘来看，它原来是一个整体，然后上面呢还有很多的这种凹槽，很多的凹槽。这个凹槽我怀疑它早期的时候应该就是上面不空出一块吗？它早期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凹槽上面是应该有些建筑构件的啊，是一些木头的篮子还是什么东西的，我不知道的。反正我觉得早期的话，我感觉它上面应该是有个东西拦着的啊。然后看看里边打磨的依旧非常平整啊，依旧非常平整。然后底下这块石板也非常平整，它底下还是有块大石板的啊。然后我发现什么呢？就这边的那个墙壁上有很多的小洞啊。这些小洞呢，应该都是人打磨出来的，但这些小洞是干什么的呢？我就不太清楚了。究竟是它的一种刻画符号呢，还是有宗教意义呢？还是说它当年就是把这个石板支起来了之后，然后底下放支架用的，我就不太清楚。这玩意儿现在咱们也说不好。你包括海城石棚究竟谁建的，咱们现在都不知道啊。对于这会儿文明，反正不太清楚啊。就是大体就这么一个状态。它是建在一个山上周围我是通过那个盘山道上来的，人是开车上，我是走上来的。然后刚才呢，我拿这个手机呢，手机上不有指南针嘛？然后我大体的测了一下，这个石棚居然是坐北朝南的啊，它是坐北朝南的。但是有一点比较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呢？它这个坐北吧，还不是正经的向北。按照手机指南针上来说呢，它的方位呢是北偏西30度，就是它这个朝向是北边，然后往西偏了30度，啊，往西偏。他古人为什么一定要修这个石棚的时候，他不是正朝着北，他一定要往西偏30度？这个我不太清楚是因为什么，是那时候的地磁跟现在不一样啊，还是他的那个测算工具有问题？我就不太清楚了。我就不太清楚。反正是这么一个状况吧。后边是一个介绍。写的是什么字儿？我看看，纯手，什么意思？它周围这
定是那车，鹌鹑的车。不知道这周围什么意思。这个石棚呢，当地叫姑嫂石啊。咱们现在看到这个石棚呢是姑石啊，还有嫂石。那嫂石在什么地方？我到目前我没找着，非常可惜。不太清楚，反正我就没找着。啊，在那山顶上，我天儿！那算了吧，我就不去了。我在那山顶上呢，我就不去了，拉倒吧。行了，咱们这一期就录到这儿了，咱们下期再见吧。